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混天帝宣布自己封地的声音响彻在中州的每一个角落，联盟总部的周围顿时骚动，所有人都猛地起身，面露恐惧地望向天空。心界中突然传出急促的警鸣声，黑压压的联军强者悬浮在天空上，古元和竹坤等人站在大军前方，他们一脸凝重地看向防御罩外的厚厚雪云。古元深吸一口气，他压下心中的烦闷和不安，手掌一挥，让联军准备好。雷音突然问萧炎有消息了吗？古元摇摇头，古地传承并非儿戏，需要的时间应当不会短。雷音苦笑着说，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萧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他顺利进入斗帝，才能和混天帝对抗，不然就算是提前将萧炎换出来，也是无用之举。所以古元并没有通知萧炎，他已经将古族、雷族和炎族的年轻一辈偷偷转移了一些。今日即便他们失败了，但只要萧炎能够成功，他们三族至少还是能保存一点血脉。笼罩了中州将近半年多的雪云终于泛起波动，雪云缓缓裂开，铺天盖地的身影掠出，悬浮在防御罩之外，一抹血色由远而近，最后化为一朵弥漫着无尽血腥的雪莲。伴随着混天帝的出现，那股弥漫天地的血腥味强到极点，最后居然凝聚成铺天盖地的雪滴，如同暴雨一般从天而降，噼里啪啦地砸在防御罩上。混天帝盘坐在雪莲上，古元，你输了。古元目光一动，远古种族之间早就有过大战不伤常人的约定，如今混天帝这般作为必遭天谴。混天帝轻轻一笑，现在的他已经凌驾在这片天地之上，还有谁能遣他？规则是由强者制定的，从此以后斗气大陆将是他魂族所有。下方的人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以魂族的手段，若是掌控了斗气大陆，那以后的日子恐怕是要生活在无尽的提心吊胆之中。混天帝一边说自己是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，手掌一边对着下方的防御罩握下。古元，作为曾经的对手，今日我便让你见见什么叫做斗帝的力量。天地间的雪雨化为一道细到极致的雪线，雪线所过之处的空间直接被割裂，由天府联盟无数强者联手构成的防御罩瞬间爆裂。古元脸色阴沉，就算明知不可敌，但他依旧悬空而起，大喊着结阵。密密麻麻的联军齐齐怒喝，滔天般的斗气从他们体内涌出，雄浑的声势将天空上的雪云都冲散了一些。古元他们知道混天帝现在的实力，因此一出手就施展了最强的攻势，凝聚了众多强者之力，再以阵法相助的古地境。能量光镜一出现，古元就喷出一口金血洒入光镜之中，一道数万丈庞大的光柱自镜面上爆射而出，光柱所过之处，即便是空气都被轰成虚无。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，如此强大的攻势，想必就算是混天帝也是颇难抵御的吧。混天帝蓦然一笑，他伸出手指轻轻一点，碎。看似没有能量波动的一指落下，无比恐怖的光柱在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下崩溃，化为漫天光点。混天帝居高临下的望着脸色极其难看的古元，古元，这场战争我是最后的赢家。古元等人的心头泛起一股深深的无力，难怪斗帝这个层次如此难以抵达，原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么大。混天帝语气嘲讽地说着，凭你这等实力也妄想做救世主？他随手一挥，一道血光自他掌心中喷涌而出，只见下方的一座山脉连带着其中数以万计的强者直接被生生抹杀。在混天帝看来，所谓的联军不堪一击，他当初已经给过古元机会了，可惜他却没有把握住。望着下方诸多泛着恐惧和绝望的脸，混天帝突然有些懒洋洋的感觉，当初棘手的东西现在已经再难引起他的注意，一切就此结束吧。混天帝修长的手指对着古元轻轻点下，无尽的血腥之气化为一道血光对着古元而去。就在古元想要调动天地能量共同防御时，混天帝轻轻一笑，再次点下一指，进。古元惊骇地发现自己居然和天地之间的能量失去了联系。斗圣强者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毫无节制地调动天地能量共同进攻和防御。混天帝将这种能力禁掉，就相当于是断了古元一条手臂。好在古元经验丰厚，在察觉到无法调动天地能量后，他体内的斗气瞬间汹涌到极致，而后施展出古地碎捏指，
血光和宛如实质般的手指在半空中相撞，手指直接崩溃，而血光依旧不减声势，轰在了古元身前厚厚的斗气防御上。坚固的斗气防御瞬间爆裂，古元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不断倒退。好在后方有竹坤出手，他才稳住身形。混天帝手掌对着天空上的雪云轻轻一握，一道巨大的血色雷电从天而降，狠狠地轰向联军。古元连忙抹去嘴角的血迹，大喊着结阵出手。浩瀚无穷的斗气在天空上凝聚成一条斗气巨龙，和血色雷电撞在一起，刺眼的强光几乎照亮了中州每一个角落。但很快巨龙就被生生震散，严禁一脸的苦涩。斗帝太可怕了，在这种力量下他们根本就没有胜算。古元咬着牙说，不管怎样他们都要拖下去，只要拖到萧炎顺利出关，他们就能够逆转局面。严禁等人再度苦笑，不是他们不想拖，而是在混天帝绝对的力量下，他们任何的举动都是无用之举。紫妍突然一脸激动，让他们再拖延一些时间就好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留在萧炎体内的龙印越来越淡，那种威压绝不是寻常斗圣能够拥有的。古元等人心头一震，他们原本灰暗的眼中涌现了惊喜之色。竹坤望着天空上极为妖异的混天帝，他让古元再度整合联军，自己去会一会混天帝。说罢，竹坤直接爆冲天际，一条无比庞大的巨龙出现在天空上。混天帝眼睛一亮，他进入斗帝倒是缺一个坐骑，若是竹坤降服于他，他倒是可以保下太虚古龙一族。竹坤鸟都不鸟混天帝，他龙嘴一张，紫金色的光束狠狠射向混天帝。混天帝袖袍随意一挥，紫金光束爆裂成漫天光末，而后他身形一动，出现在巨龙身体之上。他的脚掌轻轻一跺，竹坤身上那一片片紫金龙鳞爆裂开，龙血如同瀑布一般自他伤口处涌出。竹坤的身体在剧痛中剧烈地挣扎了起来。混天帝脚掌再度狠狠一跺，足有数万丈庞大的巨龙被他这一脚生生地踹落虚空，将下方的一座山脉砸成凹陷的深渊。混天帝再度回到雪莲之上，他瞥了一眼下方无数张恐怖的脸庞，无趣的战斗。雪莲缓缓升空，混天帝的手掌对着弥漫着整个中州的雪云一挥。中州这个名字我不喜欢，所以这片地狱还是毁了吧。眨眼间，雪云中便闪现出无数道血红色闪电，铺天盖地地轰向下方的中州大地。凡是雪雷降临之地，即便是深藏在地底的人，都被那股声波震得自爆而亡。顷刻间，联盟的周围便被粘稠的血海弥漫，无数人疯狂地对着联盟总部逃去。联军中被雪雷击中的强者也都瞬间化为血雾。望着几乎被血海弥漫的中州，混天帝眼中的血芒越来越盛，他仰天大笑，仿佛是从修罗之地中踏出的灭世恶魔。古元嘶哑着声音让大军回防，这种时候他们只能继续收缩防线，死死地顽抗着。彩铃将潇潇紧紧地抱在怀中，潇潇小小的身体轻轻地颤抖着。娘，爹爹会出现吗？彩铃拍拍潇潇的后背，潇潇乖，爹爹一定会出现的，他还要来保护潇潇呢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骤然感觉到怀中的潇潇体内爆发出一股极端恐怖的力量，这股力量几乎是在短短瞬息间就超过了他。潇潇气息暴涨的刹那，一旁的肖战、萧鼎和萧丽等人的身体几乎瞬间拔高1寸，他们的气息也全都在此刻疯狂地暴涨起来。古元一脸狂喜，萧家人的体内都被激活了斗帝血脉。只见虚无空间中突然暴涌出层层绚丽火焰，火焰舒展开，化为一道巨大无比的火焰罩，将天府联盟方圆10万里之内尽数笼罩。轰击在火罩上的血雷全都被烧成一片虚无，漫天的火焰翻涌，最后化为一道全身笼罩在绚丽火焰中的人影。古元等人的脸上全都浮现一抹劫后余生的狂喜，他们已经做到极限了，接下来的就只能靠萧炎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都到这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